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最近呢，我在一个海边的城市，现在我可以看到的这个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看到海在很远的地方有很多的岛，在这儿呢有很多漂亮的酒店，也有很多的树，在这儿有一个网球场。那最近我会住在这个酒店，现在我在我的酒店的顶层，所以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，很远的风景。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城市，它叫厦门，在海边。厦门在福建省，在中国的南方。我最近是可能会在这边一边工作，然后旅行，但是我已经来过厦门很多次了，所以在这儿非常有名的景点我都已经去过了。所以今天我有一整天的时间，我可以出去走一走，玩一玩。但是我不想去很有名的地方，有很多游客的地方，那我就没有一个打算。今天就是可能走路啊，坐公共汽车呀，随便的走一走，看一看。那不知道今天会去哪儿，会做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天。那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看一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哇，在这儿有一棵非常老的树，很大的树。那我现在要走路出去，可能坐公共汽车，天气非常舒服，差不多20度、22度左右，所以不是晴天，是阴天，阴天，所以没有很多的太阳，不是很晒，所以这个天气特别的适合出去走一走、逛逛，不会特别的热。坐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，终于下车了。所以这个是公共汽车站，在公共汽车站附近呢有地铁站，这个上面是地铁。厦门这个城市不是非常的大，其实很方便，不是那么大的城市，但是也很现代，所以在这儿旅行比较容易，可以骑自行车，坐地铁，坐公共汽车，打车也很便宜，所以这个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的来旅行的地方，有很多的当地的特色，所以有鸭肉啊、鸭子啊、海鲜啊、小吃，各种各样的小吃，所以有很多的选择。以前来这儿旅行的时候，去过一个很好吃的小笼包的饭馆，现在呢，我会去找一找这个饭馆，看看它还在不在。但是已经过了可能1-2年了，不知道这个饭馆还在不在，所以我去找一找一个小笼包的饭馆。一个原味套餐。不，是吧？一个免食汤。2个原味。啊。终于这个小笼包到了，那我点了2种，一种是原味的小笼包，里边只有猪肉，另外的一种是螃蟹，蟹黄的，里边有螃蟹。这种小笼包比较有特色，因为里边是有汤，可以先喝汤，然后再吃这个包子。你可以加一些辣椒，或者是加一些醋，先尝一尝。这个小笼包呢，不是厦门的特色，但是这一家小笼包是非常有特点的。最后的一个包子，我打算放一些辣椒酱。这个是蟹黄的包子。现在常常一档会很稀罕。
现在已经不热了，刚才非常的热，太好吃了。最近不知道，这次来没有排队，以前来的2次都是没有座位，人非常的多。这家饭店不是很大的，没有非常多的桌子，可能只有5张桌子。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来可能需要排队，但是这次很幸运。但是如果排队的话，可能也值得，可能等一等，还是很好吃的。终于吃到了我特别喜欢吃的小笼包，还是很值得找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太好吃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小笼包有一点点的腻，因为里边可能有猪肉啊，有油啊，有海鲜。所以有一点点腻，我不想吃很多，因为今天还想尝尝其他的一些当地的小吃，所以我们会继续去下一个地方，可能会继续坐公共汽车到这个步行街，就是厦门的中心这个步行街比较多的游客的地方。但是我有一个地方是想逛一逛，走一走。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，还是不知道去哪里，没有这个目的，就是随便的走一走，坐公共汽车看看这个城市，这个是今天的打算。现在我们继续坐这个公共汽车，可能会路过一个市场，那我们会下车去这个市场看看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海鲜的市场。现在呢，这个公共汽车上没有很多的人，因为现在是中午的1点左右，公共汽车上没有人，但是呢，路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堵。因为这个现在是中心的这个位置，但是公共汽车很舒服，不挤。而且这个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，它会就是每到一个站，它会报站，它会告诉你啊，我们到了什么什么地方。那这个报站，它会说普通话，也会说闽南语，就是当地的语言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普通话和闽南语的区别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，轮渡公交场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本车为无饮食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手把扶手。X3，轮渡公交车厢，为了车的乘客，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我现在又下了公共汽车，在我的后边是一个码头，有很多的船或者是游轮，很多的游客。对面有一个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汽车站，有很多的人在这儿坐公共汽车、出租车，或者是如果坐船的话，可能会去对面的岛。所以在这儿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枢纽，是一个中心。那我现在从这儿下车，会到一个很有名的市场。这个市场我还没有去过，是第一次去，在当地是很有名的一个海鲜市场。那我很期待，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。这个就是在厦门非常有名的第8市场巴士。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来厦门的话，我非常的推荐来这个地方。在这儿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鱼、海鲜、水果啊，有太多的选择了。当地的小吃也可以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小吃。当然在这儿你可以买非常新鲜的海鲜，在后边他们都是有这个饭馆，可以帮你做这个你买的海鲜，很新鲜。然后也可以有这个点心、蛋糕，各种各样的水果。我觉得你来这儿的时候，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吃饭，
在这儿你可以吃饱，从一条街走到另外的一条街，因为这个市场非常的大，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，可以买可以吃。所以我建议来之前，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来，一定不要吃任何的东西，因为你有特别多的选择。在这儿差不多每个人都是手里拿着很多的吃的东西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多的人在排队。在这儿很多的东西都要尝一尝。这个是一个海鲜的饼，还可以，没有那么好吃，但是还可以，很新鲜的海鲜。因为这个是炸的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炸的东西，但是可以尝一尝。在这儿后边有一个教堂，我觉得现在是下午2点左右，有很多的小朋友已经放学了，在这儿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路过，我觉得应该会有比较多的人，可能会放学以后来这儿吃一些小吃。哇，在这个地方比较吵，而且有太多的吃的，让我有一点头疼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，非常的值得来逛一逛。在我的后边，这个应该就是市场的头啊，就是到头了，最后了。差不多我在这儿逛了1个多小时，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让我有一点头疼，而且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所以有一些晒。如果真的有机会你来厦门，我觉得这个第8市场是非常值得来看看的，很有意思。我们也非常的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再坐公车回去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这种建筑的风格，可以看到这个后边是可以在这个下边走路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常常下雨，它会在外边有一个挡雨的这个地方，是这个楼的外边这样的一个走廊。因为天气是比较热的，这个商店都是开着门，如果下雨的时候，人们还是可以从这一条路走。如果太热的天气，太阳很晒，那可以不需要打伞。我觉得这种建筑这种楼是非常适合这个地方，非常有特色的。开始有一点点的晒。在我的后边有一座很高的楼，估计有40层或者50层。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厦门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代的，也可以看到很多老的地方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虽然在中心堵车也比较厉害，但是我觉得在厦门的出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我走了1天，我们去了几个地方，都坐公共汽车，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新的体验，对，是一种很新的经历。如果你不着急，可以坐公共汽车慢慢的去看看很多地方，如果有意思的地方可以下车走一走。但是当然在厦门这个打车又便宜又方便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地铁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是有地铁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坐地铁可能快，但是你到的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可以直接到的。但是公共汽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今天我们去的2-3个地方都没有走很远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你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个当地人的生活，特别是有很多的老人去坐公车。在厦门65岁的老人，65岁以上的老人坐公车是免费的。这个城市对老人非常的友好。在我的后边就是公共汽车站，可以直接回到酒店。今天去了2-3个地方，但是太多的人让我觉得很累了，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，很特别的经历。去看看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，不是旅游景点的地方，很好玩。